第36章，第一次见老黄。周末，我终于有个难得的放松了。我周五晚上就去了保安，苏雪娇非常高兴，倒不是因为我去了能够玩驯马，关键是我以前从来没有那么积极主动的去找她。她把厂里的事儿都交代好了，专门陪我，而且她还专门做了我们老家的腊肉炖豆腐，我和她都吃得很高兴，吃出了家乡的味道。吃完饭，她把厂里的账本拿给我，然后给我1万块钱，上个月给百盛供货，谢明军拿了1万。剩下刨除成本刚好赚了2万，我没收那么多，只拿8000块钱。苏雪娇不答应，非要再给我。我道：雪娇，你别这样，你辛辛苦苦干1个月没算工资，另外资金也是你出的，我什么都不占，能跟你对半分吗？苏雪娇说，如果不是我去找老谢，他所有的皮子都要废掉。我马上跟他讲，让他必须要考虑，如果百盛突然不要货了，他这个厂还能不能生存的问题。郑小军给了我很大的警示，让我意识到百盛那边可能随时都有变故。到时候万一出事了，苏雪娇这边不未雨绸缪，怕又要面临大损失。苏雪娇笑道：你放心吧，我这么忙死忙活，就是防备这种情况呢。我不瞒你，现在我已经在接外面的单了，反正外面的单也会算你一份。我忙推辞。苏雪娇一瞪眼，道：他妈的，陈斌，你口口声声说我是你女朋友，你他妈口是心非是不是？女人生气了，我就笑。她恼羞成怒的扑过来，把我摁在了沙发上，然后坐到了我的身上。这种情况下，一番激烈的深入浅出的交流明显是免不了了。一番酣畅淋漓之后，他蜷缩在我的怀里，道：从了我没。我被整得无话可说，我用力的把他搂住，觉得苏雪娇算得上是个好女人，配我绰绰有余。当然，按照世俗的观念来看，应该是我配不上她，人家在深圳有车有房，我有什么？我现在看上去牛逼哄哄的，其实也不过是能在深圳勉强立足讨一口饭吃罢了。我坚持只拿8000块钱，苏雪娇拗不过我。但是第二天周六清早，他便带我去商场，给我买了一块天梭手表，花了2000多。本来我和他准备去惠州去吃海鲜，收拾行李的时候，我的手机响了，电话是老谢打过来的。老谢神秘兮兮的道：老弟，哥知道你最近忙，都没打搅你，今天来不及吗？我们黄总等会儿就过来，我给老弟介绍一下。我一听大名鼎鼎的黄总终于露面了，这种机会不能错过，当即就答应了。苏雪娇善解人意把行李箱又拎了回来，我坐车风尘仆仆到不及，在厂里找老谢。在他办公室，我看到了一个干瘪的老头子。这老头子五短身材，其貌不扬，一头头发乱糟糟的像鸡窝，但是一双眼睛却十分锐利。我冲着他点头道：您好。老头笑了笑。这时候老谢刚好从外面进来，他把我拽到老头面前道：黄总，这就是我说的陈斌老弟。老弟，这就是我们大老板黄总。我吃了一惊，没有想到大名鼎鼎的邪王黄总赫然就是这个模样。就他这模样，扔到大街上说他是卖艺讨钱的，估计都有人能信。我连正式打招呼，给他递了名片。老头沈笑：我叫黄海山。黄海山和我想象的差得太远了，样貌自不用讲，和传统港商台商完全是2个概念。关键是他似乎很内向，不怎么说话。我想到谢明军曾经叮嘱过我，让我少说话，所以我也就没有发挥顾问的特长，很耐心的陪着坐。坐了一会儿，黄海山问谢明军可以走了没有。谢明军又出去安排了一点事儿，回来道：走吧，老弟，我们去看海。谢明军开车，我坐副驾驶，老黄坐在后面。这是一台丰田皇冠，04年的时候，这是沿海工厂老板标配的豪车了。但是以老黄的身价来看，这台车肯定是低调的。车子在快速干线上飞驰，很快出了城，然后往大梅沙方向便可以看到海了。我以为要去海边吃东西或者干什么，没有想到谢明军车突然转向往山上跑了，跑了半个小时，看到一片墓地。谢明军把车停好，黄海山戴着墨镜，从后备箱拿出了一束花，他走前面，我和老谢跟在后面。我想问老谢墓地究竟是怎么回事，但是老谢目不斜视，我也不好开口。一路拾阶而上，找到了一处某某老儒人的墓。黄海山把花放在墓碑前面，掏出一支烟来点上，席地而坐吸烟。他抬头看到我和老谢，他又抽了2支烟，一人扔给我们1支。我们3个人就坐在这里抽烟。一根烟抽完，老黄感叹道：人生太短暂，如白驹过隙，如果人能像王八一样，也能活个200-300年多好啊。老谢连忙附和。我笑了笑道：黄总，我觉得一样，几十年几百年没有什么差别，婆娑世界都是梦幻泡影。老黄愣了一下，深深的看了我一眼，我感觉这是他第一次认真的打量我。最后他点点头道：小陈说的透彻，是我这像了，今天不好意思把你带到这里来了，我每一次回来都会来一趟这里，下山之后我们再好好玩。下山之后，老黄的话明显多起来了，像是变了一个人一般。他和老谢2人说话肆无忌惮，全都是说 X 服务的那些套路。
我这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竟然插不上嘴，又回到了部级。差不多已经黄昏了，老谢说晚上吃海鲜。到了餐馆之后，我一眼就看到了郑小军。郑小军今天穿着紧绷绷的白色牛仔裤，脚下踩着小巧玲珑的软皮鞋，站着的时候一股青春的气息弥漫全身。可是，一迈开步子，扭动起来的腰肢把少妇的韵味一下就释放出来了。这个女人绝对是有毒的，对男人有致命诱惑。她搀着老黄，比老黄高了半个头。我脑子里立马想到一个情形，那就是一身干瘪如腊肉的老黄趴在如汉白玉一般光滑的某某上，那是什么画面呢？